在上市前一天，老板宣布人事调动，从天而降的新人成了副总。我这个为公司当牛做马几年的人却被优化了。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头我就以技术入股了多家公司，成了多家公司的合伙人。这鸟气，谁爱受谁受，我是不赔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研究生毕业，我和室友吴啾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他出钱，我出科研成果。说好了，公司上市我能够分到股份。上市前一天，他突然宣布了新的副总，他的姐夫王阳。不等我反应过来去生气，吴啾就找到了我。青山，这次的人事调动，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家里那边施压，非要让我姐夫过来当副总。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个解控，我脸上并没有任何情绪变化，心里却压着不少的怒意。毕竟是多年朋友，我按耐着性子，沉声问：副总这个不过是个虚名，我不在意，但是我的股份，你总要和我算清楚的吧？他一脸尴尬，心虚地摸了摸鼻子。行吧，和他同寝室这么些年，他什么样我还不懂，这摆明了是股份也泡汤了。这一次我也不再压着我的怒意。吴啾，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就什么都不计较了？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累的活，吃着最大的饼，真当我泥人没有脾气？我一下子将面前的咖啡洒在了他的脸上，冰凉的咖啡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去。他有些狼狈地摸了摸自己的脸，我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要离开。不是，青山，你看看这股份认购协议，看过之后再说话也不迟啊。他在我身后叫着，我头也不回，我果断摆烂，不管对方说了什么，对于公司的事情我都不闻不问，甚至将我的专利一一收了回来。才仅仅是第3天，我就接到了王阳的电话。我睡得正舒服，好不容易身上的重担卸了下来，我自然不想放过这个好机会。只是王阳的打电话一打过来，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丝毫没有任何犹豫。关青山，你特么是不是有病啊？这么一大堆事儿你不来干，还指望着谁能给你开工资？我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这点工资就要我卖命？我又不是什么很贱的人。行了，你赶紧过来上班，项目还得继续。至于该你干的活，你也别想赖掉。我嘴角抽搐，不怕人蠢，就怕人蠢还不自知。不好意思，公司裁员裁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我凭什么还要管你们的死活？毫不客气地把电话挂断。不过王阳的电话只是开端，吴啾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我不厌其烦地挂断，直到第30通电话让我有些不耐烦了，我才接了起来。青山，你先来公司一趟，这最后还有一点事情要交接，等交接完了，你想离职都没人拦着你。交接个屁，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整理好了，就等着和 P 集团签约了。现在说这话，无非就是签约出了问题，王阳解决不了。不过我还是回了公司，主要是想看个热闹。会议室， P 集团的杨总一把将文件甩到了王阳的脸上，都特么什么狗屁东西，说好的专利一个两个全不能用，我凭什么和你们合作？一瞬间，所有人都垂下了头，看也不敢多看，生怕自己成为无辜的替罪羊。吴啾有些头疼，看到我进来，他的眼神瞬间亮了。这事儿王阳不太清楚，青山来了，您和青山谈就行，别闹，我都已经被辞退了，这事儿可和我没有关系。我笑了笑，直白地开口。杨总一瞬间脸色变得阴沉，下一刻看着众人冷冷地开口了：行了，
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不了解，我也不想去考虑。给你们1周时间，我只要见到一个完整的方案就是了。他转身离开。吴咎脸色有些难看，走到了我的身前，趁着我没有离开，拉住了我的手。青山，辞退你的事儿是我姐夫理解错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们2个人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会辞退你呢？现在公司有难，你忍心袖手旁观，什么事儿都不管吗？吴咎的态度异常真诚，这谄媚讨好的态度，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我笑了，想想也是，这要是不真诚，我这个傻子能被忽悠到吗？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这是我的心血，我并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我可以回来继续帮你，但专利的话需要你们付费使用，该给我的股份也别少了，我可不想再当冤大头了。吴咎犹豫了，他许久没有说话，我也不着急催促，让一个一毛不拔的人大出血，给他一点时间也不是不行。我回去想想吧。吴咎匆匆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我笑了笑，不再理会其他，转过头来收集证据。工作日，我照常去了公司，不过一进公司大门就被王阳拦住了。我看着眼前带着几分怒意的王阳，一脸莫名其妙，您这手段可真是高啊，我就不信离开了你公司还不赚了。他恶狠狠地盯着我，那眼神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随后匆匆离开。我留在原地，眼中的茫然越发严重。什么情况？先来会议室一趟吧。吴咎的消息发了过来，我一愣，看样子又出问题了。会议室大屏上那鲜亮的绿色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实在是没有忍住，噗呲一声笑出了声。所有人都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吴咎急忙走了过来，拉着我上座。青山，你快过来看看，我们的股票下跌的未免有点太厉害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该怎么解决眼前的麻烦？他揉了揉眉心，皱眉不展。我稍微看了一眼，便已经明白了原因。但是我现在还不是公司的人，让我分析，凭什么？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吴咎，不着急。我的股份和专利费什么时候落到了实处？我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也不迟。吴咎顾不得其他，越来越着急了。别呀，照这股票下跌的架势下去，我们的上市可就真的失败了。我岿然不动，任凭他怎么说，我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有几个人偷偷地看了我一眼，甚至给我竖了个大拇指。我笑笑，并没有说些什么。关青山，你真是膨胀了吧？信不信我给你开了？王阳坐不住了，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对我怒目圆睁。我瞪大眼睛看着王阳，这货是真看不清大小王啊！住嘴！王阳，你特么是不是蠢？还高材生呢？连局势都看不清楚的高材生。吴咎一下子站了起来，走到王阳身边，啪一声响亮的巴掌，瞬间让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我也傻眼了，这哥们说动手是真动手啊！王阳捂着脸，脸上的怒意都没有来得及收敛。行，你们厉害，我倒是要看看没有了我，你们这公司怎么运行下去。他冷啐了一口，转身离开。直到这个时候，吴咎才匆匆忙忙将已经拟定好的合同拿了出来。青山，你看看，这么分配你能不能接受？我仔细看了一份合同，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问题，只是在看到专利费的打款时间的时候，我皱了皱眉。我从来没有见过先使用专利后打款的。吴咎，你这事儿干得不厚道啊！能免费给公司用这么长时间，纯粹是因为我们2个的关系，现在还想白嫖？他脸色一变，顿时将我手中的合同抢了过去，匆匆忙忙检查了一眼，赶忙陪笑：抱歉，这实在是有些着急，拿错了。
我脸色越发难看了。能有这么一份合同的出现，显然他的本意就是如此。我将合同一推，放在了吴咎的面前。行了，你自己想好了再给我合同也不迟。做生意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别太执着于我手上的专利了。话音一闭，我已经走出了门外。那份合同我根本没有签。经过了这些事情，我算是看清楚了吴咎的人品。同窗多年，到底还是看走眼了。我叹了口气，心中有些难言的滋味。不过我也该给自己找退路了。虽然和吴咎闹得有些不大愉快，但他还没有放弃。他接二连三地过来游说我，甚至一度将股份增加。我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他太热衷于要我签下专利的这份文件，就好像前方有什么大坑在等着我一样。在最后签合同的时候，特意找了人来作为见证人，同时以录像等个方面作为证据，以保证我不被坑。看到我身后的人，吴咎的脸色并不好看，他支支吾吾，神情为难。你找这些人过来做什么？我笑着将所有的准备放到了明面上。我们找多一些见证人，全程录像，保留证据，也省得日后说不清楚。他脸色铁青，但面色讪讪，不再说什么。看着我落笔的那一刻，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匆匆离开，丝毫没有任何迟疑。我心中起了疑心，转头便去找律师，将这一份合同再仔细研究了一番，也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除了吴咎催命似的打电话让我回去处理 P 集团的事情之外，好像一切和往常一样。在距离1周只剩下2天的时候，我才来到了公司。不过一进门，快递员就送来了一张法院传票。我懵了，莫名其妙摊上官司，刚准备打开，就看到了对我怒目圆睁的吴咎。你来的正好，我这儿莫名其妙来了一张传票。他一手把我手上的东西打掉，眼中的怒意更盛。自己没点本事就没本事了，偷别人的专利算怎么个事儿？我匆匆忙忙把传票打开，看着上面的内容，两眼一抹黑。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但合在一起我就不理解了。我冒用他人专利，且将专利非法授予他人，造成了对方的损失，要求我赔偿100万元的损失费用，好吗？莫名其妙，专利成别人的了，还造成了损失，我还真是大冤种呢。我面无表情，冷眼看着吴咎，这事儿和他没有关系，我跟他姓。行了行了，就你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我这可收不了你。你走吧。我被轰了出去，不过转头便去了传票上的公司，是一家小公司，满打满算就一间办公室，外加4个人。我心中的疑惑更甚，不等进门，我就被拦在了外面。我们老板不在，小公司不接待任何人，先生还请离开。我气笑了。隔着门也能够看到里面的景象，3个人围在一起，手里拿着手机，说说笑笑。一个人在门口挡着我的路。行，我走。见不到专利的使用产品，我根本没有办法确认专利问题到底在哪里。砰！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一辆飞驰过去的车给撞倒在了地上。一瞬间，天旋地转，昏死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司机肇事逃逸，根本找不到人，是路过的好心人帮我叫的120。我感激地看着眼前的好心人，连连道谢。只是对方一脸迟疑，似乎有什么事儿想说，但又不太方便说出口来。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说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不管说什么都没有关系。阿姨一脸无奈，最终只能支支吾吾开口：小伙子，你是不是得罪了人？我看着那车过来，
就是冲着你来的，这一点我可没有看错。明明直线行驶，不会撞上。他突然间来了个变道，你看看，这我还有视频呢。我凑了过去，看着阿姨手中的视频，脸色越发凝重。这车我太眼熟了，除了车牌号对不上之外，其他的和王阳的车一模一样。最重要的是，他的车前是有个无咎姐姐的手工工艺品，这可是独一份，不可能会有第二个出现。我突然间笑了起来，阿姨，谢谢您告诉我这些，不过这视频可以发给我一份吗？阿姨一边点着头，一边打开蓝牙给我发送了过来。这一次，我倒是想看看王阳还有什么要说的。在住院期间，杨总过来了，青山，你要不要跳槽？我可是知道你在无咎那里的待遇了，这要是去了别的公司，总不至于受这鸟气。我眼睛一亮，点了点头。杨总有一个好友，是我们同行，无咎公司有我的专利存在，杨总综合考虑之下选择了无咎。现在若是我能够去杨总的好友那里，那必然是强强联合。杨总若不嫌弃我身上有官司，我倒是很想过去。不过我想以技术和专利入股，成为合伙人。杨总一瞬间沉默了，犹豫了半天，他开口了：我回去帮你问问。我松了口气，点头应下。给别人打工，终究不如成为合伙人。出院的第一件事儿，我找人调查了那个小公司，是个皮包公司，似乎和无咎除了生意上的往来之外，还有一些私下里的交情。再加上那个视频，我有理由怀疑无咎和王阳在给我下套。我并不知道对方出于什么目的，我果断将整理到的信息交给了警方。不管什么目的，总归是想害我。正当我对我王阳和无咎的来意茫然不解的时候，王阳约我见面了。我长了个心眼儿，和王阳见面的时候随身带着录音笔。一见面，王阳就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哟，这不是关总吗？怎么现在混得这么惨，还得靠着轮椅支撑了？我一脸无语地看了看身下的轮椅，那一场车祸撞得不轻，就算我出院了，腿也始终需要一段时间来养着。不过对上王阳那一脸嘲讽的笑意，我心中不免肯定了我自己的猜想，所有事情都与王阳有关。我沉着脸，耐着性子看着王阳：你想干什么？他一怔，好半天才笑了出来：身上这官司让你不好受吧？不如这样，你把专利转让给我，我帮你解决其他问题。我看着他，一言不发，没其他意思，就是想看看一个人厚脸皮能到什么程度。我长时间没有说话，倒是让王阳有些不耐烦。这已经是你的最好选择了，我这么为你着想，你还考虑什么呢？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这件事儿的？我直勾勾地盯着王阳，他目光微微躲闪，不敢与我对视。不过大概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让他有些气急败坏。你想知道什么时候算计的？他笑得猖狂，越发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这副样子，王阳显然很是受用。你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注意？合同文件是用夹子固定的，最后一张又是一个接近空白的纸张。想要做手脚很容易，只要你签下这合同，从前我们卖出去的那些伪造的专利也有了出处，自然有了人背锅。况且这事儿本来就是套，自己蠢没有看出来，怨不得别人。我突然间笑了一声，让王阳瞬间愣了一下。不等他说话，我就推着轮椅往外走了。这事儿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不过我有些好奇，如果我不答应，你们还有什么手段？他丝毫不设防备，异常得意。不答应就赔钱呗，反正我们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你就算知道了，也破不了这个局。
我瞬间了然，点头离开。不过这些证据足够让王阳和吴咎喝上一壶了。我眼神中的笑意迟迟没有消散，将这些证据再度提交给了警方。吴咎已经将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我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最后也只能是拜托警方帮忙。做完该做的事情，我才翻到了一张毕业照。那会儿的我们明明没有那么多算计啊！我叹了口气，多了几分怅然。昔日好友这般针锋相对，确实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将毕业照烧毁，我笑了笑，该开始新的生活了。最近收集的证据当庭提交，我躲过了这一场无妄之灾。不过经此一战，吴咎的名声彻底下去了，合作伙伴纷纷解约，我收到了一大笔违约金，这倒是让我逍遥快活了一阵。不过家门口始终有个赖皮狗，这不，我一出来，他就凑了过来。青山，你看我们两个这么好的交情，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吴咎死乞白赖地跟着我，点头哈腰的，简直是不忍直视。我瞥了他一眼，眼中带着几分嘲讽。行了，咱俩什么交情？挖个大坑给我跳的交情，还是开车撞人的交情？吴咎一瞬间脸色煞白，这你可真误会了。你出车祸的事情，我可真的一点不知情。青山，你看，要不这样，我把公司大头给你，你拿大头，我拿少一点股份，从此以后你说什么都听你的。这会儿他倒是真情实意了，就差给我磕头。我歉疚地看了看他，一时间有些无奈。抱歉了，与狼为伍的事儿我可不想再做第二次了。转身走进了家里，也不再出门。至于外面的人，愿意等着就等着吧。转眼之间，下起了瓢泼大雨，吴咎瞬间成了落汤鸡。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不躲不闪，直直地在外面站着。我冷笑了一声，回到厨房，拎了一盆热水，下一刻直接落在了吴咎的身上。他一声痛呼，愤恨地看了楼上的我一眼，转身离开。我冷笑着，这会儿也总算是忍不下去了。等彻底看不到吴咎，我才匆匆前去了 P 集团。一进门就看到王阳拦着前台，一样的死乞白赖，和吴咎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啐了一口，有点晦气，绕过王阳，准备走进去，却不想他已经看到我了。对上王阳的目光，他面色有些冷肃。你怎么在这儿？他一瞬间想要扑过来，但被保安给拦住了。我知道了，难怪吴咎没法让你回来，感情是入职 P 集团了呀。不过我们不好过，你也别想有好日子。我丝毫不想理会王阳，此刻的他就好像是被逼急了的疯狗。关先生，这人就是个疯子，您别放在心上，我们这就撵出去。前台看了我一眼，冲着我笑了笑，摆了摆手。王阳瞬间被一众保安带了出去。我刚想离开，突然听见了身后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声音：关青山，你就是个小人，你自己没本事，偷人专利，现在还能入职大集团，凭什么你这种人都能有人要？关青山就是一个小偷，你们怎么能和这种人共事？我无语，这手段有点太低劣了吧？不过能嚣张的不设防，直接把谋划和受害者说出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人蠢，自然手段也高明不了。这叫嚣声瞬间引来了不少人，众人看着王阳指指点点的，好似在看一个小丑，但唯独没有人来指责我。王阳急了，你们干什么呢？他可是能坑死你们公司的人，你们不赶他出去？我没有忍住笑了出来，你还真是有点愚蠢，难怪公司在你和吴咎手上保不住。这一句话戳中了王阳的心窝子，瞬间恼羞成怒。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瞬间冲到了我的面前，
手高高举起，啪，巴掌声落下，伴随着王阳的嘶吼：“你特么的算什么东西？我们落的这个下场，还不是你害的！”我冷冷地看着王阳，此刻王阳捂着自己的脸，眼神中充斥着红血丝，看起来有几分害人，害人中害己。你自己心术不正，没必要将事情落到我们头上。下一刻，前台站了出来，鄙夷地看着王阳，嘴角带着不屑的笑：“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得看别人脸色行事？关总可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成功入职了七叶集团，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真是不够看的。”前台的话音落下，就看到王阳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他满脸不可置信：“你说什么？他入职七叶？”我丝毫不再理会王阳，直接向着会客室走去。我并不知道王阳什么时候离开的。杨总迎了过来：“恭喜关总得偿所愿呐！”杨总冲我伸出了手，我同样伸出手来，冲着杨总笑了笑：“多谢杨总的照顾，未来的合作还请多多关照。”我们签好了合约，走出门的时候，就看到王阳一脸愤恨地看着我：“4个小时了，还没有走，还有什么事儿吗？”我看着王阳，越来越不耐烦了，借一步说话。此刻王阳也没有那种疯疯癫癫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社会精英一样，人模狗样。我并不想和王阳过多纠缠，但王阳直直地站在我面前，我向哪儿走，他就往哪边走，简直是个狗皮膏药，烦人至极。我怒了，冷声质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寸步不让，只是和你谈谈，之后再也不会打扰你。我冷漠地应下，带头找了个地方：“什么事儿直说。”王阳神色有些不大好看，他犹豫了半天，看我耐心快没有了，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这张卡里有100万，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我们想买你做一件事儿。他目光直视着我，似乎笃定了我一定会答应下来。这100万在寻常人眼里，绝对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突然间笑了笑：“这么大方，那我可一点不能接你们的活。你们是什么人？”我心里还是清楚的。王阳愣了一下，有种敢怒不敢言的意思，只是怒视着我，那眼神好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他一下子拍桌而起：“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侧目看了他一眼，明明是他居高临下，但我们两个的对视，他若了一筹。只见他微微缩了缩脖子，悻悻地坐了下来。我的意思是，这买卖绝对稳赚不赔呀。王阳有些尴尬，想到刚才的处境，这会儿脸更是红成了柿子。这100万还只是定金，事成之后我们会翻倍补上尾款。王阳咬了咬牙，加大了筹码：“好，你先说说看。”我没有动那张银行卡，一脸好笑地看着他。王阳顿时瞪大了眼睛，声音略有提高：“你当真答应了？”我没有说话，在他眼里似乎成了默认。他眼中再度燃起了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把七叶和 P 集团的合作搞砸了，不管用什么方法，达成目的就行。”我懂了，这是当商业间谍。我似笑非笑地把玩着桌上的银行卡，这可不厚道啊，这钱有点太少了。他捏紧了拳头，身子有点颤抖：“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100万你都看不上，加上尾款，那特么是300万呢。抱歉，这活我不接了，你爱找谁找谁。”我转身离开，银行卡甩在了王阳的身上。王阳愣了一下，不可置信。不过到底没追上来，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快结束。我一回七叶，我找来了蒋银利，七叶最大的股东，我现在的合伙人。稀客呀，关总竟然来公司了。蒋银利笑着迎了过来，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和蒋银利闹，神色凝重。很快，
他也意识到了问题，脸色有些沉了下来。怎么回事儿？出事儿了？我点了点头，将王阳找过来的事儿说给了蒋银丽听。他的脸色瞬间凝重了下来。和 P 集团的合作由你亲自跟进，所有的文件一式2份，第1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自己拿着；第2份数据用假的，放我办公室。我点头，这事儿正合我意，不过我并不希望有人会真的做这个叛徒。1周之后，果然出了问题，在最后交接仪式上，那份合同被撕毁了。用一堆破数字糊弄谁呢？你知不知道，如果是以这个数据来交接，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是不能使用的。杨总一把将文件甩在了蒋银丽身边的秘书身上。此刻小秘书有些慌。杨总，这事儿一直是关总在负责，您要不和关总再说一说？小秘书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甚至躲了躲我的目光。关总，你是不是想要破坏我们2家公司的合作？但是这合作破坏了，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啊。我眼睁睁看着小秘书深吸了一口气，显然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像是鼓足了勇气来和我说这些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中带着几分嘲讽，还挺大义凛然，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也得说出来真凶。这一句话显然是给了小秘书勇气。小秘书明显带了几分自信。关总，这事我既然知道了，我就不可能袖手旁观。您只是一个新来的副总，过来就拿着这么高的权力，我知道您做这些事情肯定是受了蒋总的指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杨总被坑啊。小秘书这话说的情真意切，一点都没有犹豫，眼泪汪汪地看着杨总，好像我和蒋银丽是什么坏人一样。杨总，这个合作伙伴您可真的需要再好好挑选一番了，不然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跑到您头上了？不等众人说话，突然间一道暴喝声打断了众人的思绪。杨总，我们能不能谈谈呢？所有人都看向了来人。王阳拎着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赶了过来，一路上丝毫没有停留。等到了杨总面前的时候，气喘吁吁的，险些直接躺在地上。杨总，这一次我们过来是想要给您看看您的产品和我们家的专利以及各种方案结合到底有多完美。上次被你拒绝之后，我们就下了苦心来研究这个方案，甚至经过多次测算，成功做出来了这么一个试验品。不如您来看看。他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放在了杨总的面前。我和蒋银丽对视了一眼，瞬间明白了王阳的意图。这会儿我们有几分看好戏的意思。行了，你先起来吧，好歹也是一个公司的副总，真是一点形象不要。这么大年纪了还跪我真的怕折寿。杨总话一点也不客气。我和蒋银丽同时看向了王阳，他正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拿了出来，这样子好像手里的东西是什么至宝一样。我算是看出来了，吴咎和王阳这一次算是下了血本了，但是这还不够。杨总冷着脸，眼神中带着几分不屑。你知道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一个诚字。看似你们很诚，但实际上用各种肮脏龌龊的手段来破坏我们和企业的合作，人品堪忧。王阳瞬间慌了，他口不择言。不是，杨总，您得听我们解释，这事儿和我们可没有任何关系，全是企业自己搞的鬼。蒋银丽走到了杨总面前，一伸手揽上了他的胳膊。狗是真的狗，不过下次学人家陷害别人之前，先看看别人的关系。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 P 集团杨光发。至于我，企业的蒋银丽，
也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王阳一看这架势，有点愣住了，不过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我，果断看向了我的方向。这可是关青山的锅，难不成你们公司那么机密的文件还能让我拿到不成？你们也太会说笑了。关青山这是对我们怀恨在心，同时又不想让你们的合作顺利达成，就用这种方法陷害你们和我们呢。他似乎是意识到了此刻的不妥，匆忙从地上爬了起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他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做事儿就一点不着调。谁知道你们让他入职之前怎么就没有做背调啊？王阳吐槽。他的话落下，众人瞬间笑出了声来，一个个看着王阳，好像在看小丑一样。他有些懵了，不知道为什么众人是这个反应。我上前一步，看着王阳，为了让王阳看清楚我把自己的脸凑近了。王阳，你看看我是蠢吗？企业是我拿着股份的，以技术入股和专利入股，所占份额很大，我不会砸自己的饭碗，反倒是你，还真是一点不做背调啊！我用他的话回击了他。他一愣，茫然地看了一眼蒋银丽和杨明发。对，青山占了43%的份额，他也算是个大股东了，这么做可不就是砸了自己的饭碗吗？王阳面如死灰，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我报了警，王阳被带走了。另外一份早就准备好的交接文件拿了出来。行了，我们的合作可以继续了。小秘书在一旁瑟瑟发抖，他有点慌，想跑。蒋银丽叫住了小秘书。行了，我知道你也是没有抗住诱惑，但不管怎么样，做人都要有一点底线的。这一次我们的合作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懒得追究你的责任了。你走吧。小秘书一下子跪在了蒋银丽的面前。蒋总，这事儿是我一时糊涂，我家里还有重病的奶奶，如果不是因为奶奶，我也不会做这种事儿的。能不能不要赶我走？我真的还有家要养啊！这情真意切、潸然落泪的样子，我都忍不住心生怜惜了呢。那别人活该为你们的错误买单。我嘲讽地看着小秘书，他一瞬间心如死灰，什么都不说了，只能讪讪走开。不过之后，在这一行，显然他并不能混得开了。交接仪式完成，我回家的路上接到了警局的电话，我赶了过去。之前肇事逃逸的人已经抓到了，那是一辆套牌车。至于肇事逃逸，其实是要杀人。我心里倒是没有什么意外，在看到阿姨给的视频之后，这些事情我就已经清楚了。我可以见见那人吗？警官点头应下，带我见到了肇事逃逸，或者说想谋杀我的人。我面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吴咎。你来了。他有些颓丧，看起来精神不济。我淡淡地看着他，为什么要杀我？吴咎突然间笑了起来。杀人的事儿是我疯魔了，我当时就是一瞬间的念头。你要是死了，整个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从今以后，谁都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说我是老板，结果什么事儿不是先经过了你手，你同意了我才能插手。我没有一票否决权，算什么老板？吴咎越来越疯癫，我皱起了眉头。就为了这个杀人？要是有人这么对我，什么事儿都办完了，让我当个甩手掌柜，那我可真是一点都没有怨念。这吃白饭谁不想呢？同窗这么些年，也算是我看错了你。从今以后，你我就当是从来没有认识过吧。我走了出去，脑海中却回想着学生时代那一点点的回忆。人心善变，好在未来我的日子会很好很好。毕竟有钱有闲，不用给人当牛做马，手上还有花不完的钱，谁不愿意呢？在蒋银丽和杨明发的帮助下，我成功组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每日和自己喜欢的工作为伍。
不用空度时光，就已经是人生幸事了。不过最幸运的，大概是我找到了我的另一半吧。关青山，你这周如果再不回来陪我和女儿，那以后都别回来了。老婆的电话打了过来，一接通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输出。我尴尬地笑了。老婆，你别生气，我一会儿就回去了，绝对不会食言。家门口，我看着老婆和女儿翘首以盼的样子，瞬间笑了出来。老婆，女儿，我回来了，快来吃饭。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